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表声明称，截至周二营业日结束，俄天然气出口公司尚未收到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与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以卢布支付的4月份天然气供应款项。为此，公司周三起暂停供应其天然气，直至他们按法令规定的程序付款。俄方还警告称，如果这两国未经许可从过境管道抽取，俄方将减少面向第三国的过境量。随即在同一天，波兰政府安全机构拘留了涉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1名俄罗斯人和1名白俄罗斯人。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周三表示，俄罗斯断供天然气是对波兰的直接攻击，是对制裁的报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扬言，此举不公正、不可接受，称俄方单方面停止向欧洲部分客户提供天然气，是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勒索工具的又一次尝试。今年3月底，为应对美西方制裁，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发布了卢布结算令予以回击。俄罗斯对于欧洲的这个2个国家的首次的这个断供，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反击战的第一枪已经正式打响了，并且开始向欧洲断供，对俄罗斯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它可能产生2种后果，一种就是有利于恢复俄罗斯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财政收入呀，和它这个卢布的这个国际的一个地位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欧洲决议要进行断尾求生，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他们会建立起一套完全去俄化的能源供应体系。那么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其实是风险也是很高的。分析认为，俄乌冲突以来，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充当美西方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中转站，而且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对俄制裁的国家。波兰方面对使用卢布态度一直是断然拒绝。而保加利亚虽曾是俄罗斯盟友之一，但自去年秋天新的自由派政府上台后，切断了与俄罗斯的许多联系。不过，保加利亚一直对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犹豫不决。而断气这一动作对波兰和保加利亚2国造成的影响也有一定区别。波兰当局称，境内天然气储存量已达到容量的76%，不需要动用储备。而波兰之所以敢于成为第一个，底气来自于其在线的波罗的海管道。这条管道从挪威经丹麦到波兰。波兰政府网站显示，波罗的海管道计划在今年10月1号开始输送天然气，从2023年开始将实现每年110立方米的全部输送量，约为波兰每年需求量的1半。而保加利亚方面则遭遇了地震般的影响，因为保加利亚90%以上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而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天然气管道预计要到今年6月底才能完工。瑞士 SRF 电视台评论说，即使保加利亚能找到替代能源，也会面临价格高昂的问题。欧盟对于这2个国家，它的这个能源天然气的保供战也要必须紧接着就要跟上了。如果这2个国家作为示范，作为俄罗斯这个杀鸡儆猴的示范，它并没有在断供之后得到欧盟的很好的一个补充和这个算是应急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也将会看到，是针对于俄罗斯采用卢布结算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应急的办法。那么欧洲的对于俄罗斯对俄制裁的一个团结就要会被打破。英国卫报说，这显然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尤其是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正在波兰访问的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就指，德国短期内可以结束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但在天然气方面，问题还无法很快解决。据德国中央银行估计，如果莫斯科切断供应，德国经济将萎缩5%，通货膨胀率可能比6%的水平还要再上升2个百分点。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兰西西部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禁运，那么下一个冬季将感受到后果。目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已经上升了17%。我认为呢，由于现在这个供暖季节已经过去了，对于这个天然气断供之后，可能会对民生问题啊这个供暖需求的影响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可能在一些工业上，比如说冶金产业呀，这个玻璃制造业呀，相应的对于天然气的需求还是非常的紧迫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天然气供应商据报已计划开设俄罗斯银行账户，很多欧洲进口商甚至寻求一切可能规避欧盟制裁的措施，正在悄悄购买俄罗斯石油。
华尔街日报称，越来越多的石油正在从俄罗斯港口发出，欧洲各国迫切需要石油来维持经济运转，防止燃料价格进一步推高已经突破历史顶峰的通胀数据。其中，荷兰的石油进口量飙升最为明显，从上月的平均每天进口约50万桶，涨至约65万桶。